就可以往这个地方稳住他们。甩一个 Q 技能，然后我们在 B 二楼看到这里有没有线连到柱子后，就知道这个柱子后有没有站人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 的 Nobody， 欢迎大家来到卓威电竞大讲堂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飞德在霓虹町这张地图上的一些玩法。然后飞德在进攻方的思路的话，我们先说 B 点开局的话，推荐大家先丢这个眼去帮队友控制 B 通，然后这个狗的话，其实留在中路的话，作用是比在 B 通大的。然后我们回来中路，然后也是开一条狗，把中路近点清掉，然后就可以叫队友封烟，然后准备进攻中路了。我们想要进攻 B 二楼，然后电梯房我们是封了一颗烟的，然后这个时候有人会喜欢站在这个烟里面。我们一上 B 二楼，然后这个人就要从这里拉出来偷人了，所以大家可以上 B 二楼之前，往这个烟里甩个锁。如果有人站在这个烟里，就可以把他锁在烟里，让他出不来了。然后如果不去 B 通的话，开局来中路的话，大家可以先丢一个电梯房的人，这样就知道电梯房里面有没有人了。因为这个狗的话，从后面开是开不上去的嘛。然后开局想要打 A 点的话，有一个 A 二楼的眼瞄到这个缝里，然后跑跳投，你们躲不掉的。一般情况下都是欧门会直接推黑啊，然后或者布雷奇给阵，然后让我们决斗者上来，然后这个眼就是可以代替掉阵和黑，又或者是加上阵和黑一起丢的话，也是有效果的。丢了这个眼之后，就来到 A 二楼，我们的决斗者可能已经在前面了，然后我们走上来，开狗先进攻 A 二楼，先把 A 二楼清掉，然后去夹击包点。如果说想要 rush A 包点的话，我推荐大家丢这个眼，首先贴住这个墙角，然后瞄这个下面一点的这个位置，然后跳投，你们躲不掉的。然后这个眼会落在这里，可以探到脚下的敌人，在那儿，以及包点的人。唯一的死角就是这个牌子后面，但是这个死角非常的好清理，我们只需要提前的告知队友，然后让队友出来先预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然后在霓虹町这张地图上的话，飞德的难点就是它的狗清理点来可能需要大家就是甩得非常快，然后你像这个中路我们要一条狗把两边都清掉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甩得非常快。然后 A 点也是同理，我们在这里开一条狗出去，我们要先清左边，然后再清右边，所以这个狗又非常短，所以对大家这个甩动速度的要求是很高的。然后其实 B 通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要清掉这个箱子后，然后又要清到外面这里。这个 B 通我是推荐大家先去清外面，然后最后这个狗快没的时候，然后再甩到箱子后面去清的。我个人觉得飞德的道具啊，大家不用太去追求精准和那个完美，因为它这个眼它就是会有盲区的。除了屏障开始之前丢的眼，你在场中的时候丢的眼，你瞄准的时间都是会有限制的，因为你要找清，你不知道对面什么时候会来。如果是你一个人的话，抓这个眼抓久了，然后又会怕被摸。如果是前面有队友要配合前压的话，队友可能在这种位置。那如果这个眼抓的更久了，对面可能又会直接从这里进攻把队友给杀掉。所以这个眼主要是快，要丢得快比较重要。然后费德其实还有个小技巧，就是他这个 Q 的小技巧。比如说在我们回防的时候，我们想要知道这边有没有人，比如说我们想要看这个圆柱后有没有进攻方的人在这里，我们就可以往这个地方甩一个 Q 技能，然后我们在 B 二楼看到这里有没有线连到柱子后，就知道这个柱子后有没有站人的。然后这个 Q 包括在烟里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中路自己封了颗烟，然后对面有人喜欢站在烟里，我们就可以往这个烟外丢一个 Q，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线来进行穿烟，可以来混它。然后包括这个时候它也是掉血的，也是非常好杀的。
那今天飞德在霓虹町这张地图上的玩法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持续关注每周更新的卓威电竞大讲堂。